什么东西啊？英雄帖。TR406，下午3点。找 Professor 郑。Professor 郑，我们到了。Professor， 我们在这哎。这伤乌了。Grace， 冠豪，易经 ，Look my body。 Yes。 3D。 Printing。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3D 列印。哦。来，让我们来告诉你们什么是3D 列印。把你们的手打开，噔，哇，这些都是3D 列印印出来的。你可以看到这么复杂的东西，用以前建筑的方法要做模型，做非常复杂。但是我们用3D 列印，就一层一层粉末把它叠起来，就自然就做出这个形貌出来。怎么复杂的形貌都可以做出来，也可以印鞋子，也可以印文创产品。那这个粉末，我们可以用塑胶粉末、金属粉末，也可以做陶瓷粉末，就可以印出食衣住行娱乐，包含我们生活的所有东西。哇，听起来3D 列印真的很厉害哎。不过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啊？就是要让你们去找出3D 列印的特点在哪里。废话不多说，赶快出发吧！好。我的东西记得换哦。不要以为我是来偷懒的哦，这里可不是一般的文青咖啡厅。今天呢，我就要在这边揭开3D 列印的身世之谜。老板，拿出你的秘密武器来吧。你要的秘密在这里，这是什么啊？随身活版印刷机。所谓的活版印刷呢，就是实际使用签字而成的印刷。因为签字呢，它可以透过你自己排列组合，形成不同的版面。所以才叫做活版。所以是说，哦，它不是死的，它不是定在那边的，就是你要拼 A B C， 你就是一个 A 一个 B 一个 C。没错，那现在你手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签字，你可以看到它一个一个都是一个柱状的。哇，哎，它从上面跑出来，哎，哇，看到这边我还是有点疑惑，哎，这个东西跟3D 列印的关联到底是什么啊？活版印刷呢，它是平面的印刷，然后3D 列印的话是立体的印刷。哦，我懂了，就是你看像这个东西，活版印刷它是平面的嘛，但如果它是立体的呢，就是这个纸可以这样一层一层的叠起来，那么这些文字呢也可以一层一层的叠起来，最后就变成立体的文字了。所以才说活版印刷是3D 列印的前世。没错。哇！3D 列印是一种直接把实体东西印出来的基层制造，听名字就能大概想象，它是利用列印喷头去喷出材料，一层一层喷，一层一层堆积，不断重复这个过程，
直到材料叠得够高、够厚，成为我们要的产品的样貌。所以需要什么产品就选用什么材料。换句话说，不管是鞋子、房子还是车子，只要在电脑中建立模型数据，再找到正确的材料，3D 列印几乎什么都印得出来，很不可思议吧？虽然3D 列印被称为是万物皆可印的魔术宝盒，但是它到底有什么优点，让很多人对它寄予厚望，觉得是可以取代传统的制造技术呢？这里是阳明医学大学，听说这里有位老师可以帮我们解密3D 列印哦。哎，有听到电吉他的声音哎，赶快过去看看吧。老师，我来了。那你嘴巴啊给我看。老师，我不是来看牙齿，我最怕看牙医了。我们不是要来了解3D 列印的吗？没有错，你知道3D 列印它第一个优点，它就是可以客制化。客制化。对，所以我们会依照每个病人他牙齿形状去做出适合这个病人他的验肤。哦，所以老师，你看我的牙齿是要帮我用3D 列印客制化一个假牙吗？没有错，我刚才是看原本想说看你有没有蛀牙，可以帮你做一个假牙这样。那为什么3D 列印它的客制化是它的优势呢？因为3D 列印本身就是说，我们传统做假牙在做客制化的时候，需要非常多的人力，去做手工的去雕，比如说雕个蜡，做这个假牙出来。那3D 列印的话，事实上我们在电脑上设计出来就可以直接做出来，所以它可以节省非常多的人力、时间跟金钱，可以对病人啊、对医师其实都非常有帮助。所以其实传统的也可以，只是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跟人力。那3D 列印就很快速，一下就可以完成了。好，易经，那你现在嘴巴张开，让我检查一下，看有没有蛀牙。哦，你牙齿很好哎，没什么蛀牙。不过我看到你吃的早餐哦，有蔬菜，还有金针菇哎。老师太多了啦，没有吧？好，这样可以了，这样可以了。对啊，不过你今天没有蛀牙，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做一个客制化的假牙哎。可是我觉得我阿公可能会需要哦。可是你阿公人又不在，我怎么帮他做呢？他我又没有他的牙齿的模型。老师，身为一个孝顺的孙女，你知道吗？随身携带阿公的牙模是必备的。还有这招，好，让我看一下哈。好，那你阿公现在是全口无牙啦，我们可以依照他这个模型帮他制作一个全口假牙。真的吗？对啊，真的可以啊，真的可以啊，可以啊。太棒，我阿公已经超级开心。对啊，这就是3D 列印的好处。老师请了一位专业的技师来帮我阿公的牙模做扫描哦。请问一下，这个扫描的目的是什么啊？今天扫描是因为要帮你阿公做，我们要3D 列印做这个假牙。对。那我们在这个软体上面要去设计这个牙齿的模型的时候，我们先要告诉电脑说你阿公的嘴巴里面的组织到底长什么形状，所以我们要来做一个3D 扫描。那取得这个模型之后，再用软体设计，最后就取得档案，我们就可以去做3D 列印。哦，所以这个就是扫完的模型吗？没错，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扫完。那你现在看到这个是上颚的部分。那其实，在我们软体上，你可以看到它扫描的很多细节啊，其实是很不错的，包含这些乳给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口底的边缘，然后一些解剖形态上的重要的组织的特征，我们全部都在软体上是看得到的。那这个也都会是我们在设计全口假牙之后的一些依据啊。那毕竟有些地方可能你的神经比较多，那如果那地方我们没有保留一些空间，你戴这假牙其实是会痛的，咬东西的时候可能会痛。那还有一些是我们为了要让这个假牙可以可能吸附住，不会掉下来，那都会考量到这些组织特征，再去依据它去做设计。用3D 列印制作假牙，不但能100%客制化，而且因为是用加法制造，所以不会浪费多余的材料。更重要的是，跟以前等待牙模师手工制作比起来，能省下更多时间。可以说，3D 列印假牙让整个疗程的时间跟成本都大幅减少。阿公的假牙印好了哎。哇，老师，那这样印完之后还有什么步骤要做吗？因为这个东西之后要未来带来人体里面，所以我们要把上面没有反应的树脂做彻底的清洁。好，清洁完之后，我们还要再照一次光，确定这个牙齿是完全硬化。这时候我们再跟那个全口假牙的像红色的那个牙肉材料结合在一起来，就可以给病人了。
用树脂制作的3D 列印假牙，虽然列印速度很快，但因为是要戴在人体内，所以在交给病人前，还是要小心的进行后处理动作，像是把没有固化成型的树脂清洁干净，用紫外线光再次加强硬化，细胞毒性测试等等步骤，才能正式宣告完工。阿公假牙印好嘞，那我可以带回去给阿公戴了吗？我跟你讲哈，我们现在这个3D 列印技术，虽然可以印出假牙来，但是以台湾来讲啊，我们还要等到法规还有一些认证通过之后，未来就可以在普及在牙医诊所得到这个医疗服务了。哦，所以说也是啦，用在人身上本来就要比较小心一点。没有错，没有错。没关系，那我们就等法规认证，阿公就可以享受这个服务喽。没有错，嘿。虽然说阿公的假牙还不能戴，但是老师有帮我用3D 列印做了一个小礼物哦。等我一下。原来不止医疗，连獠牙这种趣味文创商品都可以客制化，3D 列印果然强大。易经已经找出3D 列印的第一种优势，接下来换我接棒，继续挖掘喽。应该是说 3D printing 也是有一个优点，是我们可以随时印出来一个东西。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我跑来成大建筑系当一日的研究生。这边大家都太厉害了，我觉得我一定要加把劲才行。老师，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是灯具，它不是像我们平常当设计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哦，我要它长怎么样子啊，它有什么功能在，它比较是一个 process。啊，过了这一个 process， 它就会长出来这样子的 form。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个方式去做设计的话，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啊，我设计了这一个东西，但是用传统的 fabrication 做不出来。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拿去给一个叔父，叫他帮我做1:1的大小，他会哭，他可能会很辛苦，或许做不出来。因为说像比如说这样子的一些弯曲的纹路啊，可能一般的什么 CNC 或者是传统的加工方式，它是很难做到的。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可以给一个设计师很多 freedom 去想不同的设计做法什么的。3D 列印能突破传统工法的限制，一体成型的制造出各种创意结构，让建筑工法有更多挥洒的空间。哇，这个灯好大哦，而且它很像树一样，然后这样子从中间这样子慢慢往下。哎，老师，这些灯啊，就是全部都是用3D 列印出来的吗？基本上都是啦。我们这个设计里面有两比较特别的印出来的东西，就一个是我们办公室里面我们有看到这一块，这是我们印 prototype 用的。那它就是那个灯的那个 shade 啊，灯罩。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那个你可以看到那个 Y 型的那个 joint，那个 joint 所以我们这一个作品就叫 Y35，因为每一个 joint 它这个设计是靠一样的 joints， 但是它的 variation 是从那个35度的转弯去做出来的。老师，我看到就是整个灯具看起来就是很大，那你在设计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考量到重量方面的问题啊？其实，在这个设计，我们发现其实用 3D printing 的方式，我们可以控制它，比如说这一块，哪里的强度要多少什么的，就是你开始玩 3D printing， 你会发现它是用一个 surface， 它里面是用 infill 去给它强度什么的。对，所以假设我们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下面 joint 的部分设定比较密，让它强一点、密一点。那上面这一块就可以变很轻。哦，我懂了。3D 列印就是可以用轻量化跟客制化的这两个优点，去创造出设计师想要的东西耶。哇塞，
就一个小小的灯罩，却有这么多知识在里面，真的是很厉害。今天的一日研究生之旅，让我顺利挖出3D 列印拥有轻量化以及不受限的结构2大优点。听说它还有另一个优势，让工业界也为它疯狂。据说有一家已经投入3D 列印领域20年的公司，就是利用这项优势来提供工程服务。我要赶快去探听看看。像这样子精密的工业零件，你可能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不过这个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吧？通常呢，我们在制作产品的时候呢，我们要从设计到开模，用传统的方式来做的话，我们要做非常久的时间。可是现在，只要透过3D 列印科技，我们可以在非常快的时间内就把成品制作出来哦。啊，我的滑鼠哎！我要去忙了。Max 哥，你的滑鼠。为了习得3D 列印的知识，今天我来到这边成为1日的实习生，希望可以得到很多3D 列印的知识喽。Max 哥啊，如果我要制作像这样子的滑鼠，我要怎么办啊？你知道怎么办吗？第一步，先来找 Max 哥。好，那我今天就直接告诉你全部好了。好，首先我们要先扫描。扫描是因为我要上面的尺寸跟资料。工程师进到逆向软体，再去做铺面的动作，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工作软体 STEP 档案。修改完之后，我们可以丢到3D 列印机，直接 print 一模一样的一个滑鼠出来。原来想印这个滑鼠，必须先进行逆向工程，也就是3D 扫描来取得图档。那所以说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客户会需要这种3D 扫描的？好。有些客户他要早期草创开发，那他可能只有手工件，那他就要数位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透过3D 扫描，那或者是客户制造完的时候，他想要知道他的设计有没有问题，他想做设计更改，我们也可以把它3D 扫描之后变成数位化，我们再来处理。对，事实上很多地方开发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3D 扫描来节省我们开发的时间。工业界利用3D 扫描节省了制模的时间及人力。那么3D 列印又是怎么接手后续的工作呢？大家好，你来啦？对啊，所以学姐，这个是几公升的洗衣机啊？这不是洗衣机啦，对，这是3D 列印机，那它的操作相当的方便，你可以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要印的是滑鼠，那来让你看一下内部机关。哇，它很深哎。对，因为这样的话，它的成型范围的话其实相当的大，那你就可以看到说我里面要印的东西有哪一些，包括滑鼠拆开的每一个零件呐，还有它的滚轮跟美工线，这些你都看得到，包括后续你什么时候可以印好这些，你都会知道。他都会跟你讲。对，跟传统你要跟师傅沟通开模，然后你还要准备一些制具，这些时间比起来的话，这台设备其实是相当的有效率。所谓效率就是说，开模可能以往要开一个就可能就要印2000个，对，或是1000个，可是其实你要的只有那一个，它只要做对而已。对，我只要做对，而且甚至说我在开模之前，我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而且我可以不断的校正。那这个时候3D 列印它的效率其实相当的好，因为就是省下了时间嘛。对，我懂了。原来运用3D 列印的科技可以使制程更加的有效率。那么学姐，我现在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你们这边有缺人吗？那你可能要先跟他培养感情喽。要先跟他培养感情吗？好，我可以做得到。好，加油喽！你知道3DS 吗？好好听的名字啊！你除了会3D 列印，你还会烤鸡吗？我最喜欢吃烤鸡了。在工业界开一个模可能是上百万的成本，而且费时费力，还有做错的风险。现在有了3D 列印，把打样的金钱跟时间成本一次省下来，难怪工业领域会越来越热衷使用这项技术。看到眼前这个奇幻的场景，让你想到了什么？对，这就是电影《少年》拍的奇幻漂流。而这些Peter Parker 老虎
拍、船，还有树，全部都是树可科技做的模型哦。杜总，这些到底是怎么做的？而且为什么会跟李安导演合作啊？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用 SLA 的设备液态树脂做出来的。那在2012年的时候，李安的团队来到台湾拍摄《少年派》，那时候在水南机场嘛。那因为他们其实在拍3D 动画的时候，需要一些道具跟模型。他也是透过台湾的一个模型公司找到我们的。听说这个船啊，这些模型当初是超级舰，是不是花了很短的时间就要完成？对，我们其实都还蛮能配合客户的需求啦。当初他这个我们大概花了3到4天。3到4天？对，很快，杜总。是，我们当初做的时候，其实做了1只老虎拍，船做了4艘。那这个树呢是后来我们在仿制的，原来的尺寸大概有这个3倍高。哇，难怪我还听说好莱坞赞叹不已。应该在台湾找不到别人做。哇，杜总，这个看起来很精细耶，是全部都用3D 列印印的吗？因为这个铆钉很小哎，你们应该是后来再加的吧？没有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设备是非常精致的，那是属于 SLA 的设备，液态树脂，所以它可以做得非常的精致。你看这个船外面或里面，你刚才讲的铆钉啊，这个都是一体成型的。3D 列印不但制作速度快，重点是成品能够做到这么的精细，难怪连好莱坞团队都忍不住要说 Bravo。杜总，这只长颈鹿是哪位啊？它没有出现在电影里吧？哦，这是刚好路过啦。哦，刚好路过是吧？对。OK。赛车证，我们完成任务了。那你们发现什么呢？我发现3D 列印它可以客制化，我发现3D 列印的特性可以让商品轻量化，还有高效率跟精致化。为了鼓励你们这些重大的发现，要让你们到全世界去看看，开开眼界。哇，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还有礼物。欧元？难道我要去欧洲了吗？不知道会去哪个国家哎，想看看什么领域的产品啊？太难猜了，毕竟3D 列印什么都可以印啊。是 Maker Faire 的贴纸哎。Maker Faire 是美国最有名的创客嘉年华哎，听说来自全球各地的创客都会把自己制作的新奇发明带去展示。这次我一定要好好去花宝。是机票，马祖机票，为什么要去离岛？好难想象离岛会有什么3D 列印的东西在等着我啊！太期待了，下周我们的3D 列印旅行就要出发喽！